8月4号，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在马尼拉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晤，双方决定深化军事合作。这是历史上德国防长首次到访菲律宾。外界注意到，近年来为迎合美国印太战略，德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刷存在感。2号，德国刚刚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遭到朝鲜官方强烈谴责。今年是德国与菲律宾建交70周年，两国高层互动频密。继菲总统马克思3月访德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也于8月4号对马尼拉展开访问。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晤中，皮斯托里乌斯提出可以在防空、海军和军用运输机等领域展开合作，而特奥多罗则表示希望在军备项目、士兵教育和培训以及军事网络安全方面得到德方的支持。会后，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军队建立长期关系，以扩大训练和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军备合作的机会，并参与联合项目。此外，两国计划最晚于今年年底前，在一份防务政策条约中建立深化军事合作的规则和目标。对此，菲律宾媒体分析认为，若与德国达成军事政治协议，将成为非政府的重大外交收获。值得注意的是，两国防长见面时，特奥多罗再次声称，菲律宾没有挑衅中国，也没有寻求战争。皮斯托里乌斯则强调，德国参与该地区事务不针对任何人，而是专注于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确保所谓航行自由，保护贸易路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回应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当前在南海挑起事端的是菲律宾，而非中国。南海的航行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基于这一伪命题编造叙事是没有意义的。希望域外国家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有观察指出，从双方的联合声明中不难看出，德菲军事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军事装备。德国将来可以向菲律宾出售飞机、导弹、指挥控制等军事装备，有助菲军提高作战能力。但当前包括德国在内的美国许多盟国深陷俄乌冲突的泥淖中，究竟可以对菲律宾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是个问号，非常大的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外界注意到，菲律宾是皮斯托里乌斯近段时间亚太行的其中一站。在首站夏威夷，他还专门登上了正在参加环太平洋2024多国演习的德国舰艇。5月7号，德国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号补给舰启程前往太平洋执行为期数月的训练任务。德方表示，两艘舰艇是德国在印太力量部署的一部分。据悉，这两艘军舰参加完环太军演后，将于9月初前往马尼拉进行访问。有分析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一向低调行事，但是近年来，德国不断加强军事建设的规模和力度，还将战略触角伸向亚太方向。过去2年，德国持续通过展示军事实力、参与联合训练等方式，扩大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而美国计划筹建亚太版北约，也是想把北约的军事力量向亚太集聚。这次德国派军舰到太平洋执行为期数月的训练任务，实际上是借助美国推行印太战略，通过远海跨洲际训练，凸显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发挥的关键作用，成为美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棋子。2020年呢，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印太指针，明确了新时期呢，德国要强化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存在，那么重新塑造其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定位。此次德国防长的这个访问，显然呢，也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这也凸显了呢整个德国对外政策的这种投机心理。事实上，在访菲前，皮斯托里乌斯还于8月2号到访韩国，期间，德国正式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韩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该组织中第18个国家。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此举表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密切相关，承诺在发生战争时保卫韩国。据悉，德国将从9月起在韩国正式部署 A319OH 侦察机，以增强联合国军在区域内的空基侦察实力。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盗用了联合国名义和旗帜，实际上是由美国独家掌控谋取自身利益的私产，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对此，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于8月6号晚间发表谈话，称德国此举是破坏半岛和平与稳定、加剧地区局势的行为，朝方予以强烈谴责。德国要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这个联合国军呢，是朝鲜战争时期由美国拼凑成立的军事集团，其冷战色彩呢十分鲜明。尽管呢披上联合国的这个外衣，但其实上呢，它一直以来呢都是扮演美国在整个这个东北亚地区维护其地缘利益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这个角色。德国此次呢自愿趟这趟浑水，这也反映了他整个德国呢企图加紧与美国印太战略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和心理。好，当地时间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会晤。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对话的背景正值美澳两国大选将至，会给双方愿景带来哪些不确定性？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老调重弹，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到底有何盘算？来看报道。本次美澳2+2部长级磋商主要讨论印太地区安全等议题。会谈结束后，美澳双方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强调区域伙伴关系在促进印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并同意加强防务合作。Today, yet another step forward in deepening, strengthening that alliance.President Biden has called it an ancho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将增加美国轮驻澳大利亚的军队数量，包括更频繁轮换轰炸机部署，以增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All this will mean more maritime patrol aircraft an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operating from bases across northern Australia. It will also mean more frequent rotational bomber deployments.公开资料显示，美国在澳大利亚并无驻军，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有6个月驻扎在澳北部城市达尔文。目前，美国正与澳大利亚推进多个关键基地的升级，以增加可接纳其海军陆战队和来访的空军中队的设施。其中，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及丁达尔皇家空军基地2处场地正处于升级调查阶段。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对此表示欢迎，认为相关部署有助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此外，马尔斯表示，美澳还将在武器制造领域加强合作，以增加对印太盟友的供应。双方预计2025年开始联合制造制导武器，其中就包括俄乌冲突中被乌克兰广泛使用的制导多管火箭系统。事实上，作为美澳年度防务对话的立牌菜，今年双方也在声明中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外界注意到，联合声明中虽强调了与中国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但之后话锋一转，无端指责中方在南海及台海采取的行动是危险的，并扬言未来美澳两军将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定期举行演习。有分析指出，这显示出美澳关系的加强，实际上是在以遏制和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印太战略为核心的框架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2+2会议的这样一个日程设置，它包括这个供应链问题，包括军工合作，包括印太所涉及一些南海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它其实比较显著的体现了这样一个对华的针对性，也反映了美国是非常有意的要把这个美澳联盟塑造为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有观察指，美澳2+2会谈是一个常规的年度性对话机制，但今年的会谈有其特殊背景，即美澳双方均面临国内政局变化的不确定性。美国将于今年11月举行大选投票，而澳大利亚最迟于明年5月大选。因此，此次会谈除了保持以往的合作基调之外，观望并审视各自政治、外交政策动向也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澳大利亚长期以来被美国视作开展印太战略的重要支点，并期望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但这与澳工党政府上台后积极寻求改善对华关系背道而驰，因此双方在对华态度上能否步调一致，仍是未知数。
从总体来看呢，尽管说美澳联盟的这种可靠性还是比较强，但是联盟内部它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利益分歧。比如说，澳大利亚是中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对于澳大利亚非常重要，所以这也使得澳大利亚在安全和经济中，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它其实也面临着一定的这种选择的困境。当地时间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以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3人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拜登的印太外交使美国的未来更加安全”的署名文章。由于3人均为拜登政府在外交及军事领域的最核心高级官员，该文章也被外界视为对拜登政府4年外交政策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成为文中出镜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被直接提到7次。且每当中国被提及，其使用的往往是胁迫、欺凌、危险的边缘政策等耸动词汇，渲染与中国对抗的意图明显。外界注意到，该文章的发表正值美国大选竞争进入白热化，同时也是拜登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一动作背后的政治意义耐人寻味，一定程度暴露出拜登团队对印太战略成果的不自信。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将目光进一步聚焦于亚太地区，通过印太战略框架，企图拉小圈子遏制中国发展，其中就包括美日韩合作、奥库斯协议、美日英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等。有分析指出，拜登团队此举不仅意在稳定盟友军心，也有巩固其政治遗产之意。不过，有观察就指出，被拜登政府视为外交成绩的印太小圈子，实际上正陷入停滞，而最主要的问题恰恰出在美国身上。英国《每日电讯报》此前在报道中直言，人们越来越怀疑美国履行承诺的能力和意愿。2021年9月，美英澳3国在外界质疑声中达成奥库斯协议。根据3国公布的方案，美国将于本世纪30年代初向澳方出售3艘美制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后续可能再追加出售2艘。此外，3国还计划以美英技术为基础，合作研制一种新型核潜艇。但时至今日，这一方案仍面临资金和产能等现实问题。由于熟练工人短缺和供应链问题，美国船舶制造业的交付率始终低于预期目标。另一方面，美国企图拉上印太地区盟友一同遏制中国，也受到舆论的普遍质疑与批评。澳大利亚国防部前副部长休怀特日前在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时就直言，奥库斯并不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意在迫使澳大利亚在实际冲突中支持美国，是支持美国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一种表态。他坦言，如果美国能找到与华相处之道，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将受益。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America's aim in Asia is.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nobody in Washington thinks they should treat China as an equal partner. And my basic argument to my many friends in Washington is that if they don't treat China as an equal partner, then they're going to be taking on a rivalry with China. I don't think they can win. 很显然，我们知道他要把这么多的多边合作能够比较有效的动员，那么就是要不断的去塑造、去炒作中国的威胁，这样的话才能使得他的联盟更加有凝聚力。而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实际上盟国它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战略自主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说表面上可能是比较一致，但是貌合神离是不时的出现。